张大铁在录制东方卫视元宵晚会的时候忘词儿了，他是怎么处理这个紧急情况的呢？前一阵我带俩孩子录制了一个元宵节晚会，节目吧很想体现孩子们的童真，让孩子可以自由发挥，但就有一个点希望拿铁能 Q 出来，就是当主持人拿出这个荠菜馅汤圆的时候，希望拿铁能说出这个汤圆的寓意，就是这个汤圆的寓意啊是大吉大利，让孩子给观众拜个晚年。我们就跟张铁捋了一早上。上汤圆的时候你说啥，拿铁？这象征着大吉大利。他当时练得好好的，结果真正录制的时候，张铁一看这么多人，很亢奋，把自己的那句台词彻底给忘了。到了这个环节，主持人端上汤圆，尝尝我们上海的汤圆好不好？张铁一听，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是他要说点啥，他意识到了，但是他忘了他的词儿是啥。给早达急的，我弟咋不说词儿呢？结果张大铁云淡风轻、深情款款地看着主持人。你可真漂亮，你可真漂亮。就这样化解了一场演出事故。回来我们就问他，张铁，你当时咋的了？忘词儿了呗，我咋了？你忘词儿就忘词儿，你咋还瞎说呢？谁瞎说了？那不漂亮吗？那大高个儿多带劲呢！人家坐着呢，你咋能看出来大高个儿？你看你这人多实板，多实板。这事完事我们就发现哈，回顾这一两年，这招是张大铁的惯用伎俩。一旦他做错啥事儿，情景很尴尬，他就夸人，每次这个事儿都能让他折过去。比如我爸考他古诗，他忘了。老爷昨天咋教你的？想起来没？孤舟蓑笠翁，完了是啥了？老爷，你咋恁有文化呢？那孤舟说是啥？你咋都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孤舟会说啥。爸比，什么？孤舟说笠翁，然后呢？笠翁说哎。比如买东西自己没法付钱，我就打算你买一个啊，你这老些我不买啊，我走了。你有钱吗？俺没有。你没钱咋整啊？叔，你头发咋那么多呢？售货员当时就开心了，出来大发小就问他儿子：“你刚才说的啥，给人整这么开心？”我说：“叔，你头发咋这么多呢？”叔，你头发咋真多的？叔，你头发咋这么多呢？叔，你头发咋真多的 ？Got it。但是这句话他东北口音极重，所以大胖媳妇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啥意思。他以为这句话应该就是一句东北俚语，大概意思就是那啥，我错了，你别跟我计较。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不需要你瞎学，我从来没指望过你情商高，家里事整明白得了，你就做到别袜子内衣一起洗，这5个9杀菌率的衣物消毒液得用，人多混洗不怕细菌交叉感染，省着身上刺挠起疹子，衣服阴干的没臭味都管用，香味也管用，爹味儿都管用。我想抄好文，给人留个好印象，不比夸人有用。大胖媳妇当天回家，因为忘了给我爸打印体检报告，就用上这招了。我让你求回体检报告，你求回了吗？叔，你头发真多呢。你这出去一下午，你管我叫叔，你不像话。你回来管我叫叔啊？找叔啊？咋的？没事吧？你俩离了？你俩离了？你是不是搁这儿又拿我拍视频呢？管我老爷叫叔啊，你干啥呀？咋正式版呢？再说这是我说好使，因为我是小孩儿，小孩是可爱的。那我说啥好使？你说啥也不会好使，你说啥也不会好使。哎，最近我家大胖媳妇换工作了，去大学当老师了。我婆婆听着时候第一个问我，他教啥呀？我说英语。我婆婆说他儿子到现在一句哈喽不会说，这事儿学校不知道吗？自己儿子教不会，教大学去了，学校咋想的？我说这就叫桃李满天下，家中皆苦啊，皆苦啊。但大胖媳妇对于这份新工作那是非常兴奋，非常珍惜，但又非常紧张。她吧对教的内容不紧张，她紧张的是她知道她最有名的事儿是曾经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常用上厕所这个事儿。她就是害怕不管啥时候学生看见她都无法从这个雪儿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影响她授课的这个严肃性。我说这样你也别紧张，我陪着你，咱去学校在各个教室门口都站一会儿，看那些课上的好的教授人咋上的。你呢细致一点观察这个教授的这个动作神态细节，然后你呢模仿外加找规律，越是细节上的东西越注意，照猫画虎8、9不离10。他正跟我那在门口观摩了很久啊。有个教授呢确实神采飞扬的，我俩都非常喜欢。我说你就找个没人地方，你就照他练，为明天做一下彩排，你就像他这样肯定没问题。结果他呢，人家上课时候那种语言表达、动作细节精华他都没学着，人家教授上课中间5分钟前面有个蚊子，让他学着了，以为是名师授课技巧呢。哎呦我的妈！那俩孩子都非常崇拜他爸，要去学校给他爸送饭，和他爸一起吃，让我给他们的爸爸做，怕他爸在学校吃不好。我说他最多是吃不饱，孩子们都来帮忙啊。最后拿铁早达一人带了一份小的，给他爸准备了一个大的，我们就去了。到那俩孩子抱着给他爸精心准备的午餐盒，可爱奔向了爸爸。爸跟饿狼似的，接着饭一把就把小饭盒里孩子午饭倒自己饭盒里了，以为那是给他配的小咸菜呢，幸亏让我一把抢过来了。人家那是我给孩子买的光合星球光合面，你面煮好，小灌汤热一下拌里头，几分钟就能吃上，营养又方便，口味也多，汤鲜面香，菜和肉量也多，别从孩子嘴里叨食了。像你不会做饭也能上手。
着张大铁大学好不好？你们家是海呢？怎么个事儿？别走了你，别走了你。有个好的手呀，机，这不是小达拿铁吗？干啥呢？我觉得呢。你俩来这儿干啥呢？我俩来找爸爸。你爸在大学干啥呀？爸是老板，老板。一个混血孩子告诉邻居他家来了3个外国人，给我逗稀了。都是你家人吗？我家来了3亚国人，收拾我是这样子，来看男人。你不也是外国人吗？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吗？你生啥气呀，张大铁？人家说的也没错。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 You are half Canadian。你不要说话了。张大铁虽然不太适应家里来了外国人，但是他居然能成功的把外国人洗脑。跟你说一下这过程啊，我婆婆小姑子他们来，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看长城。他们来的头一天呢，我妈刚走，我妈不是有点烦温迪吗？就有点小心眼儿。然后知道他们要来看长城，我妈就告诉拿铁早达，你俩就教这仨女的唱一首歌，叫《亚洲雄风》，一定要在长城上给他老唱。然后从他们仨落地中国的这一秒，孩子们就开始了洗脑式教学。然后我们就上车了，幸亏咱开的是 IMV Plus 区，全家都能坐下，要不还得辆车。登上长城，早达让我给他姥录个视频。于是《亚洲雄风》这首经典名作，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被4个加拿大人嘹亮的高歌。我们亚洲山水共的头。那仨人虽然听不懂，但是吧，他特别洗脑，以至于我在景区上厕所的时候，听见隔壁的温迪已经开始哼哼这首歌了。然后我们是提前买了缆车的票，但是中国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过去，外国人的护照刷不了，他们几个被扣留在闸机旁边，等着换纸质票才能进。张大铁呢，因为是儿童，票挂在了他爸名下，莫名其妙从中国人群中给摘了出去，扣在了旁边。张大铁非常不高兴，人家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直接过，护照的都搁这等着。张大铁咆哮了：我不是喝的，我有号口，我有号口。我呢，本来想给温迪报个团，人家有英语团，他说不用。我说那租个导游的耳机，我拿钱，他嫌贵也不要，说随便跟着一个团走就行了。我说蹭团这个事儿你不要那么明显，他说行，我懂。结果1分钟就被人发现了。当时我们周围有4个团，这仨女的直勾的非蹭一个导游，薅羊毛非可一个薅，薅的那个导游要是不撵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前边那个导游在那讲解说10步一回首，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温迪听不懂，问他那个汉语科1都没过的儿子，在大胖媳妇的翻译下就听懂一句10步一回首。温迪记住了，领着俩女儿一直回首，还特别精准，数10个数一回首，数10个数一回首。后边人以为温迪认识他呢，结果下长城就落枕了，妈，回走这路上给大伙热的呀！我提前预约了空调模式，现在车里老凉快了，车里边随便玩，车外边随便照。平时大胖媳妇自己开这个 IMV Plus 的时候吧，都是开这个 Sport 模式，享受速度与激情。这次我让他打开 Normal 模式，更平稳。这车不错吧，温迪？不错。我有。最后下长城之前，他们看到了一个长城纪念款雪糕，为了跟他们加拿大的友人显摆，他们都想买了拿着照相，一问价22块钱一个。最后穆赫兰家族4个人众筹购入雪糕1枚，各种自拍，各种发。最后长城雪糕轮了一圈，到了张大铁手里，化干净了。挂过。